两位美女行驶在无人区，再次遇见那个满口污言秽语的卡车司机。这一次，美女们准备教育他一下，他们把车停在一边，卡车司机猥琐而来，还以为自己艳福不浅，可没想到得来的却是批评教育。How'd you feel somebody did that to your mother, or your sister, or your wife? 男人被他们怒斥了一顿，愤怒的扭头离开。可路易斯不准备原谅他，让他道歉才可以离开。司机还是满口脏话，接着还是满口污言秽语。塞尔玛也拿出左轮手枪，他们对着油罐车。这部电影叫《末路狂花》，她们本是平凡的一对闺蜜。路易斯是咖啡厅服务员，塞尔玛是一名家庭主妇。这天，路易斯约塞尔玛去度假，周五出发，周日就回家。可她却不敢和脾气暴躁的老公去说，毕竟她不赚钱，而老公朝九晚五，看似很辛苦，每周五晚上还要应酬很晚，甚至可能不回家。14岁恋爱，18岁就嫁给老公的她从未出过门，老公也不让她出去。生活在沉闷和琐碎家务中的塞尔玛决定，她一定要出去疯狂2天。接着她打电话给路易斯，他们开始各自收拾各自的行李。老公曾说外面的世界很危险，塞尔玛还带了一把左轮手枪。这是一个心情完美的周五，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，带上大包小包，偷着带走老公的钓鱼装备。虽然他从未钓过鱼，在旅途开始前，路易斯拿出相机。这种说走就走的旅途感觉太棒了。他们一路向西，前往同事的林中小屋。路易斯想知道塞尔玛的老公为何会同意。塞尔玛说他根本就没问他，而是给他留了字条，在微波炉旁放了食物。敞篷车内微风吹起头发，路易斯叼起香烟，没有了一切烦恼。常年与灶台和家务为伴的塞尔玛也叼起一根，从后视镜看着酷酷的自己。去林中小屋前，他们先来到一家酒吧。兴奋的塞尔玛点了杯鸡尾酒，从未有过的开心。路易斯也一样。这时，一个叫哈伦的男人来搭讪，服务员一眼识破哈伦的心思。可塞尔玛傻白甜接受了哈伦的风趣，摇滚乐手上台带动了现场气氛。哈伦请他们喝了杯酒，接着邀请塞尔玛跳舞。当然，路易斯也得到了邀请。闺蜜2人度过了美好的周末，和异性跳起了贴面舞，气氛暧昧，曲调欢快，跳出汗水随着节奏一起摇摆。可就当跳完舞后，路易斯和塞尔玛说他要去洗手间，出来后继续赶路。可哈伦却趁机行动，带着塞尔玛出门呼吸新鲜空气。哈伦其实图谋不轨，开始见色起意，无论塞尔玛怎样解释挣扎，直到塞尔玛动手。危急之时，一把手枪对准哈伦，塞尔玛得救了。路易斯告诉哈伦 When a woman's crying like that, she isn't having any fun. 被警告的哈伦恼羞成怒，口出不逊。路易斯被激怒，对准男人的胸口，一枪将其毙命。一个简单的周末旅行，兴致突然变了。塞尔玛开着车左甩右甩，离开酒吧。路易斯看着手中的枪，沉默很久。塞尔玛说要报警，可路易斯想的更多一些。谁都看见他们在一起开心的跳舞，谁又能相信是强暴呢？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，报警也是有理说不清。路易斯安抚塞尔玛，决定先找地方喝杯咖啡，冷静后再想该怎么做。塞尔玛哭泣地对路易斯说，这是一个好假期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这样很好玩。他再也不想窝在家里了。警方查到案发现场，酒吧的服务员告诉警长，他们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杀人的人，反倒是哈伦，长期混迹在风月场所，四处猎艳。他只是奇怪没有早点发生。已经是凌晨4点，塞尔玛给老公打电话，可是应酬的老公还没有回家。路易斯给男友吉米打电话，通话后他坚决地挂掉，他不想让男友知道这件事。他们继续逃亡。天亮后，他们找到一家旅馆住下。塞尔玛没有想法，他还是决定应该报警。两个人吵了一架，说着说着，塞尔玛大声痛哭。如果真的报警，她会被人怎么样？大概会每天被人指指点点，她的丈夫会更加瞧不起她。路易斯安慰塞尔玛，他说他只是不想去坐牢。路易斯还是打给男友吉米，他说他有6700元存款，知道男友无法帮他提取，他希望男友先电汇给他，之后会还给男友。吉米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路易斯没说，总之很不好，可能再也不能回头了。他让吉米把钱汇到俄克拉荷马州，1小时后再和吉米联系。他们继续上路。塞尔玛说出给老公打电话的事情。凌晨4点，他还没有回家，为何平时生气的总是他？应该是我才对。路易斯做好决定，他要去墨西哥，2天半就可以到达。可塞尔玛头脑还是一片空白。路上的服务站，路易斯再次打给吉米，吉米守在电话前等待电话。他爱路易斯，他担心周6无法兑换支票，于是让路易斯去一个叫流氓旅馆的地方。接着，路易斯让塞尔玛打给她老公，告诉他明天就会回家。塞尔玛拨通了家里电话，老公正在看球赛，他说和路易斯在一起，明天就回家。可老公根本没心思和塞尔玛说话，他正在激动地看球赛，之后怒斥塞尔玛，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家。从未发过脾气的塞尔玛这次他爆发了，你是我丈夫又不是我父亲。生气的塞尔玛撞上一个帅小伙，小伙还挺帅，寒暄2句然后离开。塞尔玛对他的婚姻很伤心，他心意已决，不想再回家了。就在车上等路易斯时，刚刚的小伙向他走来。小伙叫乔迪，他想搭车去俄克拉荷马州，说他是那里的学生。但塞尔玛做不了主，于是问路易斯，路易斯拒绝了。他不是家庭主妇，知道外面世界的险恶。塞尔玛说出了打电话的内容，他心意已决，告诉路易斯。路易斯让塞尔玛去看地图，
找出所有从俄克拉荷马州到墨西哥的小路，他们要避开洲际公路，还有不能经过德州。他们一路向西，尘土在车后飞扬，姐妹俩在车内歌唱。这次旅途除了干掉一人外，还是非常开心的。下一个路口，他们再次遇见乔迪，因为路上塞尔玛不断夸赞这个帅小伙，所以这次他们带上他。警方查到塞尔玛家，告诉她老公你的妻子涉嫌谋杀。达里尔一脸懵逼，怎么可能？他差点没笑喷出来。三个人一路上聊个不停。路易斯来到流氓宾馆，惊喜的是吉米亲自过来了。他听出路易斯的困难，于是坐飞机先一步赶来。吉米看到一本不正经的小牛仔，于是把他赶走了。可塞尔玛还是恋恋不舍。路易斯握住手中的钱，这是他们的未来。他把钱交给塞尔玛保管，接着来找吉米。他不希望吉米成为他们犯罪的同伙，无论吉米怎样问他，他都不说。吉米怀疑路易斯爱上别人了，于是大发雷霆，最终拗不过路易斯。他拿出求婚戒指，在这里向路易斯求婚。这晚路易斯没有回房间，反倒油嘴滑舌的牛仔乔迪找到塞尔玛。这是一个开心的夜晚，乔迪也说出自己不是学生，而是刚刚被放出来的劫匪。塞尔玛很好奇，于是乔迪和他讲了抢劫的故事，选定地点静坐观看，适当时机出击，并且把抢劫全过程讲给好奇的塞尔玛。幸福的时光总是很快。天亮后，吉米恋恋不舍和路易斯告别，接着蓬头散发、心情愉悦的塞尔玛走出来。他疯了一个晚上。路易斯问乔迪现在在哪？ He's taking a shower. Tell me you left him alone in the room. Where's the money? Oh my God. 路易斯突然意识到，他们赶快跑回房间。果然，吉米跨越2个州送来的6700块被乔迪偷走了。路易斯这次蒙着脑袋无话可说，他费劲借来的钱就这样飞走了。可这次塞尔玛却很淡定，他开始安慰路易斯，让他不要担心。塞尔玛开车来到一家便利店，按照乔迪教他的方式，只身一人走进便利店。路易斯憔悴失望，已对未来没有憧憬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塞尔玛成长很快，用乔迪的方式，他打劫了商店。他让路易斯不要废话了，开车前往墨西哥吧。老公看到塞尔玛打劫的监控，完全不敢相信，这还是他那每天做家务做饭的妻子吗？穿过肥沃的农田，他们要逃离最后的犯罪现场。是自由的味道，是野性的呼唤。他们超过一辆卡车，可卡车司机看到是2位女士时，鸣笛打招呼并恶心地伸出舌头。阿肯色州警方找到失恋的吉米，吉米和警方说见过一个男人，就是他乔迪。警长说出路易斯和塞尔玛的事情，然后告诉乔迪，如果不是你偷了他们的钱，他们也不可能抢劫商店，他们本还有机会的，是你弄砸了他们。路易斯再次让塞尔玛打电话给达里尔，试探下警方是否已经查到他们。塞尔玛拨通电话后， Hello. Daryl, it's me. Hello. 塞尔玛立刻挂断电话。达里尔从未温柔地和他说过话。路易斯再次拨通电话，这次他直接说和警官谈谈。斯洛警官接过电话，告诉他，你们没被指控杀人，希望可以协助调查。虽然塞尔玛劫了鹅城被通缉，但是你们没法去墨西哥的。斯洛警官确实是想帮助他们。路易斯挂断电话，他知道一定是乔迪那个小子。I just told him if he ever got to Mexico, he should look us up. 看来塞尔玛昨晚没少说。 I always wanted to travel. I just never got the opportunity. You got it now. 他们连夜前行，没有一丝犯罪后的痛苦，反而更加向往自由的世界。他们再一次遇到那辆卡车，这次司机还是污言秽语，对着他们满口下流的脏话。天气渐渐变亮，暖暖的微风拂过发丝，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开心。塞尔玛这才知道为何路易斯不愿经过德州地检，因为在他身上发生过和塞尔玛一样的事情。所以当塞尔玛被男人侮辱时，他开了那一枪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追上他们，他们表现得很镇定。警员按照流程查了驾照，并让车主路易斯来到警车登记。似乎他知道他们是谁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。这时塞尔玛来了，他端起手枪顶在警员脖子上，并吩咐路易斯拿走警察的枪，打爆警员的无线电等设备，然后在后备箱打了2个窟窿。 I want to kiss please. You do? Well, you're lucky. Be sweet to him, especially your wife. My husband wasn't sweet to me. Look how I turned out. 他们让警员躺进后备箱，留了2个透气孔供他呼吸，然后潇洒的离去。一路上的犯罪他们已经熟能生巧。他们拿走警员的手枪还有弹夹。路易斯说事情都是他弄砸的，他不晓得为何不报警。反而塞尔玛现在十分开朗，他说如果路易斯不开那枪，他的一生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洒脱。起码他现在很开心，他现在只后悔没有亲自开枪。之后他们来到边境服务区，临走时路易斯给家里打了电话。路易斯让斯洛警官接电话，斯洛希望他们自首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从轻处理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意外，因为他了解过路易斯在德州发生的事情。但路易斯知道已经不能自拔，现在的事情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通过定位，警方查到他们的位置。既然不想走回头路，他们继续一路向前。他们现在十分清醒，憧憬着在墨西哥的海滨浴场，喝着鸡尾酒，晒着太阳，改名换姓，住在农场。
塞尔玛想要工作，想在度假休闲区工作。他们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第3次遇见那辆卡车，司机也第3次对他们说出下流的语言。这一次，他们准备教训下这位不礼貌的司机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场景。司机以为遇见了艳遇，随着小车停在公路的不远处，这将是一个美好的上午。可惜挨了一通臭骂后，还拒绝对自己行为的道歉。于是路易斯打爆了轮胎，接着打爆了这一路的货物。路易斯和塞尔玛报复了卡车司机，他们一路上遇见3次这名司机，每一次都是侮辱调戏。他们究竟惹到他哪了？他们的名字上了通缉榜单，在全国调频播报。Green-eyed, 5 foot 10 inches tall, 130 pounds. Both subjects armed and extremely dangerous. 他们继续前行，这次他们遇到一队警车，于是他们下路开辟小道，接着更多的警车行动，他们貌似插翅难逃。路易斯让塞尔玛系好安全带，和迎面而来的警车正面硬刚。临被抓时，塞尔玛向路易斯道歉，说这都是他的错，可路易斯认为他没有任何错。数辆警车即将包围他们，可在不高的桥洞下，再次甩掉高底盘的警车。又是一个长时间的平静，他们将警车远远甩在身后。塞尔玛点了一根烟，他们彼此承认对方是好朋友，他们很喜欢这个假期，这很疯狂，有点酷。他们开到悬崖处，前方已经无路可走，天空中飘着白云，下面就是万丈峡谷。直升机从下面缓缓升起，斯洛警官已知道再也无法挽救，身后的警车包围他们，狙击枪装好子弹，严阵以待，像是对战几十名持枪匪徒，像是整个军队为他们而来。斯洛警官还在苦苦哀求，希望他们不要开枪，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他们没有按照警察广播关掉引擎，没有把手放在可看见的地方，而是相识表明不会投降。他们没流一滴眼泪， Go. 甚至还相视微笑。 You sure? Yeah. 他们互相亲吻，既然无路可退，那就狠狠打你们的脸。路易斯踩紧油门，轮胎在大地挠出沙尘，他们直冲大峡谷，双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，飞跃在白云蓝天和大地之间。这大概就是天堂。